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最近反死刑组织 TJC 的几名成员向法庭申请，想要挑战新加坡滥用毒品法令中的强制性死刑是否违宪。他们认为这种刑罚不仅剥夺了生命，还给家属和涉孕人士带来了心理创伤。但结果大家可能也听说了，法官符小平最终驳回了这项申请。很多人在问，为什么在国际上废除死刑的声浪越来越大时，新加坡依然选择顶住压力，寸步不让？难道我们的法律真的如此冷酷吗？这种强制性死刑究竟真正保护了新加坡，还是无情地违背了它的宪法精神？其实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新加坡对法律确定性和社会契约的一种极致坚持。今天我们就透过法庭的判决书，去看看新加坡司法体系的这块坚固基石到底有多重要。在新加坡的司法实践中，挑战宪法可不是谁都能来的，更不能仅凭一腔热血或道德使命感。法官明确指出，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的个人权益受到了直接损害，或者遭受了不同于普通大众的特别损失。这一裁定实际上是在重申一个立场，那就是法庭是审理具体法律权利冲突的地方，而不是宣泄政治主张或道德观点的平台。如果你只是因为同情毒贩或者反对死刑制度而感到心痛，这在法律层面是不构成诉讼理由的。这种严谨甚至有些冷峻的逻辑，确保了新加坡司法体系的专业性，防止了法律程序被社会运动所绑架。这种对程序正义的坚持，其实也是新加坡法治环境能让全球信赖的原因之一。法官在判词中非常清晰地画了一条线，强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和刑罚力度属于政府政策的范畴，应该由国会去决定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权分立在新加坡的体现。法院的职责是诠释法律和执行法律，而不是去评价这项政策好不好，该不该改。只要法律的制定程序符合宪法，那么针对多少克毒品判死刑，这就是立法者的选择。其实，新加坡的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铁板一块，早在2012年国会就修正了法律，允许那些配合调查的运毒者或者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免于死刑。这说明变革的路径一直都是存在的，只不过这条路在国会而不在法庭。这种各司其职的制度安排，确保了国家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，让法律不会因为一时的舆论压力而出现剧烈动荡。聊到死刑，我们就绕不开新加坡对毒品的零容忍立场。政府始终坚持对重刑贩毒者实行死刑，是保护社区免受毒害的必要手段。这其实是一份深刻的社会契约。国家承诺给民众一个安全、干净、低犯罪率的环境，而作为代价，法律必须保持极高的威慑力。在新加坡，15克海洛因、500克大麻，这就是不可逾越的红线。虽然国际上有压力，本地也有涉孕声浪，但多数调查都显示，大部分新加坡民众依然支持死刑，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这种对集体利益的保护，在新加坡的价值观里是高于个人绝对权利的。这反映出政府在维护国家叙事和禁毒底线上的强硬态度，绝对不允许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出现混淆。面对国际上的废死趋势，新加坡没有选择盲目跟风，而是根据自身的国情做出了选择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禁毒不仅是一场法律战，更是一场生存战。只要这个国家的治理逻辑依然是集体利益优先和严刑峻法止乱，那么强制死刑作为一种终极威慑，短期内就不会动摇。这场关于死刑的辩论，未来可能还会在国际舞台上继续，但在新加坡的国土之内，规则依然是清晰且明确的。这种在压力下依然能保持定力的治理方式，或许正是新加坡能在复杂的全球环境中保持独特的关键所在。看完这起案件的深度解析，你觉得法官的裁定合理吗？你支持新加坡继续保留针对重刑贩毒者的死刑吗？
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理性思考，我们一起交流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